第10课，除去情绪触发点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一个无心的评论让你愤怒不已，一段熟悉的旋律让你突然想哭，甚至某些场景让你感到莫名的焦虑。这些反应或许来自你的情绪触发点，它们深藏于我们的过往经历与内心信念中，像未解的结，影响着我们的情绪与行为。今天我们将探索情绪触发点的来源，并学习如何解除它们的影响，让情绪变得更加自由和健康。1. 早年的生活经验。许多情绪触发点都源自早年的生活经验。童年的经历是我们性格与情感模式的塑造期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事件，都可能深刻影响我们的内心。桂林是一位年轻的广告设计师，工作能力出色，但只要听到客户对他的设计提出批评，就会感到极大的挫败与愤怒。有一次，他的主管温和地指出了一个改进的建议，桂林竟忍不住掉下眼泪，甚至想辞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与心理咨询，桂林意识到这种情绪反应来自童年的经历。他的父亲经常用严厉的语气批评他的学习成绩，让他感到永远不够好。桂林的童年记忆成为了情绪触发点，每当有人批评他，他都会下意识地重现童年的情绪。2. 未解决的情感。我们的情绪会记住那些未被处理的伤痛，比如失去、羞辱或被忽视。如果这些情感没有被接纳和释放，它们可能以潜意识的形式藏在内心，成为未解决的情感包袱。世杰是一位企业家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但他却对于人际关系充满不信任，甚至常对亲近的人发脾气。有一次深夜与好友聊天，他终于说出内心的秘密。他小时候曾经被最好的朋友背叛，这让他对于任何关系都充满防卫心。世杰逐渐明白，他对他人的情绪反应，其实是在对童年的背叛经历做出防御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探索，他开始练习放下过去，专注于当下的关系。3. 潜在的信念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，比如我必须成功才能被接受，或别人都会伤害我。这些信念像隐藏的地雷，一旦某些事件触碰到它们，就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。要解除潜在的信念，首先需要意识到它们的存在，问问自己，哪些情况会让你感到特别不安？这些情绪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信念？这些信念是合理的吗？还是来自过去的误解？志强是一名医师，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极高，但稍有失误就会自责不已。他发现这种情绪源自一个深植于内心的信念，如果我不完美，就不会被爱。志强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常用高标准要求他，
让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取决于成绩与表现。当他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后，他的情绪压力大大减少了。4. 解除情绪触发点的实作练习。1. 自我觉察情绪触发点日记，记录下每次你有强烈情绪反应的情境，并回答以下问题：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你感到的情绪是什么？这种情绪是否与过去的某个经验有关？2. 接纳与释放情感，练习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压抑它们。例如，当你感到生气或难过时，试着说出我感觉到生气，因为……而不是对自己或他人发脾气。3. 重塑信念，认知重构。针对自己的潜在信念，问问自己：这个信念是绝对真实的吗？有什么证据可以挑战这个信念？是否有更健康、更积极的信念可以取代它？例如，将我必须成功才能被爱重塑为无论我成功与否，我的价值是内在的。4. 心理练习，过去的重建对话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你回到了童年的某个关键场景，想象自己以成人的身份温柔地安慰当时的自己，告诉他现在的你多么理解他的感受，并给予支持与力量。5. 生活故事，转折与重生。淑美是一名婚礼策划师，但每次面对新娘的要求时，她总是过于顺从，即使对方的态度不友好，他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。有一次，因为对方的过分要求，淑梅忍不住在回家路上大哭。她意识到这种情绪反应背后有更深的原因。回忆过往，淑梅想起自己小时候因为父母争吵，总努力做个乖孩子来避免被责骂。这份恐惧让他成年后面对冲突时，也选择忍气吞声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情绪觉察与内心对话，淑美慢慢学会了为自己发声，并在一次客户会议中首次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专业意见。对方虽然起初不满，但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并感谢他的用心策划。这次的成功让淑美明白，过去的伤痛可以被疗愈，现在的自己有能力选择不同的道路。结语：每个人的情绪触发点都是通往自我探索的路口。通过了了解早年的生活经验，处理未解决的情感，并挑战潜在的信念，我们能逐渐解除这些触发点的影响，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自由、平静的内心世界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内心，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，并拥抱更美好的未来。